这是胶囊旅馆里面，就长这个样子，在成田机场附近的天空之汤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家，我是泽妈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，终于抵达成田国际机场。那我们今天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嘛，就在附近找一个胶囊旅馆，然后做个体验，也给大家开箱。泽妈的航班抵达的是 Terminal One， 那还要走400-500公尺才会到检查护照的地方。那我出了机场以后，要找那个 Terminal 之间的那种接驳车，因为到 Terminal 2才有去住的地方的 shuttle bus 可以搭。你看看，这么多人啊！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又要等很久了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已经到了成田机场第一航站我要搭巴士去 Terminal 2， 再转搭去今晚胶囊旅馆的 shuttle bus。那刚刚问了199，他说是这个门出去，左手边6号的地方等车。哇，这边外面只有5度。刚刚从这个航站楼之间的这个 shuttle bus 下来，选择停在18号口。那现在要到第23号的位置去等饭店的接驳车，再等10-20分钟吧。还好没有很冷。本来说明天东京要下大雪，有点担心呐。结果走错了，刚刚应该在8号就下来的，但是在23B 是在对面，在1号的位置。哇，走吧。23B， 希望来得及。这边是35，要走到最前面，走到23的地方。下错了，刚刚应该就先下来的。刚刚看到一个消息，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计程车上有一个 Taxi Go。那2月1号开始呢，这边的计程车也可以使用 Taxi Go。那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在台湾自己下载。我要走到23B， 现在已经到28了，再一点点路。剩下几分钟，希望应该来得及吧。刚刚坐过来的时候呢，应该在8号地方下车，走过来就只有一小段路，看起来好像这车子已经到了。这一次是要跟大家开箱一个胶囊旅馆。泽妈在日本那么久，也没有去住过胶囊旅馆。结果不是我的车，是要载人家去外围停车场的。我的车呢？应该是在这边。是的，在这边。或许大家都比较知道，在羽田机场要去平和岛红眼班机的话，那成田机场呢，这个是一个新店，今天带大家去看看。这车来了，长这样很可爱的小车。我们上去到那边再拍给大家看看。下车看到这个，到了。
入口处办手续。进来以后要先来这里换鞋子，然后取得这个，然后这个就是大家的钱包咯。最后就是在这边算钱。住的话就先在柜台办理入住手续，拿衣服、拿毛巾，然后或者是只是来泡温泉。然后这里有卖饮料、卖酒，然后卖冰淇淋，有一些简单的卖店，卖一些当地的特产。然后这里有一家居酒屋，开到晚上好像11点。这里也有一些SPA 去角质、按摩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居然还有类似医美的东西。楼上也有，这也是到晚上11点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去2楼看看，大家听到背景人超多的，然后这个是第2天，因为人比较没有人的时候，那怎么拍一拍，让大家看到这里面的情况。那这个是很多漫画，然后有蓝骨头，然后有一个烤炉，这个烤炉是真的可以烧火的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的可以吃的一个卖店。那晚上的时候是很多人在这边点啤酒跟朋友聊天。价钱也还算好啦，还可以。你看这么多的漫画。这里有一个岩盘浴，也是开到晚上好像10点半还是几点。那这个是我前一天晚上看到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拍的。那这个是可以在这边休息睡觉的地方，有很多当天一天就回去的，泡完汤就回去的人会在这边休息。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看胶囊旅馆长什么样子咯。他们这里都不准讲话，所以这个是后面泽妈在用说明的，给大家看。那上下铺，那其实是很可惜，我本来以为可以看得到飞机起降，结果是没办法的，里面是你看密闭的空间。这个灯可以关暗，可以亮开亮，还有一个大灯，有听到吗？换气扇，然后充电，跟个插头，还算方便哦。好，接下来带大家去3楼大浴场看一看。这个是泽妈第2天拍的，因为前一天人真的很多，避免干扰到其他的客人，所以就第2天一大早拍这个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。
那这个天空之汤呢是在成田机场附近，那所以它是以可以看到飞机起降为名。不过它其实是也蛮倒霉的，因为它是2019年12月18还是19才开幕，那一开幕就遇到疫情，所以这次来都很新哦，因为不能拍的嘛，大家用想象的吧。洗衣机也是在3楼，那还有展示挖温泉的道具。那昨天住胶囊旅馆就是早上9点以前要 check out，那我现在已经办理完手续，所以要等9点半的车子，所以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稍作休息。还有一个小攀岩场、桌球桌，好像日本人泡完澡以后打桌球，喝咖啡牛奶，好像是很一定要做的事情的样子。以上是天空之汤开箱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你按赞分享，并订阅我们这一家的频道。